第1集。我家在很久之前是在一所老式大杂院住着的，那院子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有很多可怕的故事可说。但最可怕的是后面那条封死的小道旁的几座小平房。那几座小平房已经废弃了，多少年无人居住。从小我们就被嘱咐过，千万不能去那里玩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大人们不说。这后来长大了一点儿，便没那么听话了，经常几个小孩子一起就打打闹闹的，就去那里玩耍，也捉迷藏，也玩过纸星过月。什么是纸星过月呢？这纸星过月啊，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游戏，都是到了晚上玩。这7、8个小孩聚集在一起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抽出一个猜者。这个猜者和提示人一前一后的坐于台阶上，猜者在前，提示人在后捂着猜者的眼睛，其余的人一个个按照顺序从猜者的面前走过去，并随意做出不同的姿势或动作。提示人则提示说，指星星的人过，瘸子过，歪嘴过，背媳妇的人过，等等等等。凡走过者都到另一边排队站立。这时候猜者眼睛被松开，有提示人提出做某种动作的人让他猜，如果猜对了，由被猜对的人当猜者，如果没猜中的，就继续当猜者，进行下一轮游戏。当然了，这现在的小孩已经不知道这种游戏了，当然也没人愿意玩了。那时候这种游戏可是我们最喜欢的，一开始都在大杂院的前边空地玩，后来就去废弃的平房那里玩。这一开始呢也没什么，到了后来呀，就有人说这平房里有人，我们去看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玩得开心，一个被捂着眼睛的小孩忽然呢就鬼哭狼嚎起来，说看到房子里有人。他这一叫唤，我们就奇怪了，你眼睛被蒙上了，怎么能看清屋里的人呢？虽然我们这样说，但是这孩子就是说屋里有人，他闭着眼睛都能看到。他这么一坚持啊，我们都和他争辩。这时候那孩子都快急哭了，他就说，你们和我争也没用啊，自己到屋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几个人就手拉着手就要进去。可是还没进去呢，另一个孩子也忽然鬼哭狼嚎，指着屋子里就叫起来，说快看快看。我们就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只见这漆黑的屋子中间，一张白森森的大脸正慢悠悠的从屋子里往外走呢。这一下呀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嗷嗷叫着往家跑。到了家以后，大人问发生了什么了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说在平房那儿看到一个人。大人一听呢，好一顿揍，说不让你去玩，就是不听。这挨完了揍，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，我妈带我去医院，打针吃药都没用。我奶奶说呀，怕是别的事儿，你带去王奶奶家看看。王奶奶呢是一个懂事的人，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说是碰见大白脸了，回家烧点纸钱，再买瓶酒去后面祭祭。我妈呢也不敢耽误，当天就买了烧纸，拿了一瓶酒到后面就撒了。很神奇啊，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就好了。但是大白脸是什么我却不知道，自那之后我再也不敢去后面玩了。这后来大了一些，听闻大人说起往事，我才知道这后院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。那大白脸就是因此出现的。说是在解放前，这里也是一处院落，几家人凑合着住。这某天中午，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就进了院子，
说是要租房子。这当时正好有个房子空着，就租给了他们了。这对小夫妻啊，看着特别有气质，特别是男的，长得俊俏不说，还有浓浓的书卷气息。女的也洋气，那穿着打扮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。这对小夫妻和这所院子的环境以及生活在这院子里的人，非常的格格不入，一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尤其是女人们。女人们善八卦，都想和这对年轻人呢凑凑近乎。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熟了起来。一打听，得知这男的是求学的学生，河北省邯郸人，女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从苏州来的。男的去苏州办事儿，遇见了女的，两人是一见倾心。但是这女方的家里反对，又早就定了亲了，所以当即决定就私奔结为夫妻了。听了两人的故事，多么浪漫，多么自由，这妇人们呢都羡慕感叹，这简直是比戏文里唱的故事还好。再加上这二人是知识分子，所以妇人对他们的羡慕就又多了2分。男的经常出去工作，女的就在家里，很少出屋。这周围的街坊妇人们倒是经常借口去串门子，和女的聊聊天，相处的倒是很不错。就这样过了有小半年儿，有一天两人突然就退租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2个人走得非常突然，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所以这2人一走，立刻就引起大家的好奇了。但是好奇归好奇，大家还是要过日子的，哪有闲心去关心这二人的去向啊？二人离开之后，一直杳无音信。这过了大半年，一个卖报纸的街坊拿来一份报纸，上面刊登了一则信息，上面有那位苏州女士被杀的新闻照片。找了稍微识点字儿的街坊仔细读了读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来那个读书的学生是拆白党，把这个小女子以谈恋爱的方式从苏州骗出来，骗财骗色不说，腻了之后就找下家准备卖了换钱。这有的就问了，这拆白党是什么意思呢？在1916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柯的《清败类钞》，其中会党一篇有专门的记载，拆白党上海有之，有男党，有女党，盖无业之人，结合而成团体，以榨取财物，男骗女，女骗男。据徐柯记载，这拆白党的目标都是有钱人，因此他们会刻意装扮自己。这男的美如关羽之少年，女的是沉鱼落雁之名媛。拆白党有一整套的撩妹和勾汉子的技巧，俗称吊膀子的秘诀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陌生男女的好感，一经接触更是失魂落魄，情丝缠绕。这加入拆白党的男性成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：一、面目清秀，身无残疾；二、口齿伶俐，遇事灵活；三、熟悉事故，所知丰富；第四，16到40岁之间，以应对不同年龄的女性；第五，有2人以上的介绍方式方可以加入。加入以后必须立誓遵守堂规。如果觉得这样的描述比较抽象，可以看看有一个电影叫《风月》，那里边的主角就是正宗的拆白党。这如其他的帮派一样，拆白党也分着不同的门派，每个门派所经营的生意也各不相同，行骗手段也是各有千秋。其中专骗女色、拐卖为娼的，称之为白蚂蚁。这求学的男的就是个白蚂蚁，可怜这么一个大家闺秀，被拆白党给糟蹋了，还得拿命给人家换钱。
因此呢，不管过去和现在，这女人处对象啊，千万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被一时的甜言蜜语迷住了本心了。不过，这个女子啊，也算是烈性了。临被买家领走的时候，想要同归于尽，但是终究是力气太小，被人给误杀了。可这买家也是财雄势大，咽不下人财两空，被拆白党人员给坑了这口气，所以呢，把那个小伙就给抓住了，拔了舌头，挑断了手筋脚筋，顶了罪。既算是大鱼吃小鱼，也算是因果循环，得了报应。大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都感叹不已。这看着好般配的一对儿，谁能想到是这个结局呢？但是穷人填饱肚子是大事情，没多久就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。但是至此以后，小夫妻住过的那间房子就开始闹鬼了。这一开始房间空着的时候还好，这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也没什么动静。但是不久来了租户了，也是夫妻，男的是跑洋车的，女的是在贵人府上做事儿。两人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就出了事儿了。男人拉车都是早出晚归，早上5点多钟早早的到车行报到，领完车一直忙活到晚上11、12点才回来。女人虽然也挺忙，但好在呀，有个早晚点儿，上午出去，下午天没黑就回来了。这女人呢也勤快，白天做事儿，晚上接一些缝补的活贴补家用。那时候啊，很多人家天黑就睡觉了，要节约油灯。这女人晚上做活，点灯也舍不得，这火苗就黄豆一点大，都是凑近了借着一点光干活的。这天也是，男人外出，到了深夜还没回来，这女人干得累了，正要睡觉，这忽然听到这院子外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那声音极轻，就像是有人蹑手蹑脚走路，但是听着声音是冲自己家里来的。女人知道她男人的脚步声很重，这走路呢就像跺脚一样，这外面的声响听着根本就不是她男人的。虽然说女人一个人住，但是大院里还有其他人，所以女人呢也不怎么害怕。这想着是不是谁起夜，就算有小偷小摸的她也不害怕，喊2声就是了，都是穷苦街坊，肯定互相照应的。但是让女人没想到的是，那脚步声真的直直的冲着自己家来的，到门口呢就停了下来。女人听到脚步声，觉得可能是邻居，就问了一句：“谁呀？”谁知道呢，这门外没有人答话，却响起了一阵抽泣的声音。女人仔细听了哭声，似乎是一个女的，但大半夜呢还是有些担心，就问道：“你谁呀？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吗？”女人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门外那抽泣声啊更响了。听到这儿，女人心软，觉得可能是哪个失忆的人，就想端着油灯去开门。女人开门之后，这原本月亮被来的一阵云彩给遮住了，到处一片漆黑，就想拿着小油灯到处照照看看。可拿过小油灯一照之下，只见这门口啊蹲着一个面色惨白的人，那脸就像个面盆一样，梳着学生头，嘴上涂得鲜红。女人看到这张脸，一声惨叫，油灯也摔倒在地上就灭了，想找个照亮的家伙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满地的摸，结果油灯没摸到，摸到一个凉冰冰的东西。摸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女人心里一惊，觉得这不是一只手吗？这时候天上的月亮露出了脸儿，女人借着月光一看，差点就昏过去了。摸到的确实是一只人手，但是呢，就是一只在地上放着的，除了手什么都没有。女人被吓得不轻，挣扎着爬起来想往家里走，可爬起来之后一转身，只见一张惨白的人脸正对着她，似笑非笑的，
血红的嘴唇还没有说话，女人就已经晕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女人已经躺在自己家的床上，男人一脸担忧。女人爬起来抱着男人是一阵大哭，哭完了说什么也要搬家。男人心想找个房子不易，而且呀，这刚交上1个月的租金，现在走人家还不退钱呢。和女人好说歹说，邻里街坊知道了也都来劝说，都说可能是什么坏人装神弄鬼。那时候我奶奶还年轻呢，她知道了事情以后站在那里没有说话，等大家说完了才来了一句，是不是苏州的那个小姐。她这句话说完，在场的人都不说话了。那拉车的男人一问，其他街坊也不好隐瞒，就把这事情大致给说了。男人听了以后沉默不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男人才说，就算是鬼，我也要和他斗一斗。男人说完话，大家呢都不作声了。天亮以后，男人依然去上班，剩下女人在家里。街坊有不放心的过来探望，好在呀，穷苦人家身体强壮，虽说受到惊吓，睡了一夜已经好了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男人早早回家，还给女人带了2两瘦肉，说是补补。这女人呢自然是高兴不已。晚上这2口子吃了一顿萝卜烧肉，馋得这院子里的小孩直流口水。吃完饭以后，女人收拾妥当，男人在院子里捡了陈稻，有被虫子缝了的就捡出来扔掉。冬日天短，收拾收拾天就黑了。男人女人早早拾掇拾掇就进了屋。街坊们看男人回来了，都觉得没什么事情。可是到了2更半，忽然听到这2人屋里传来几声女人的惊呼，然后是男人的叫骂，继而是吱呀一声开门声。可是门开了没一会儿，又是一声男人的惊呼。到这个时候街坊们都出来查看，纷纷问出了什么事儿。男人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不已，直直的坐在地上就说不出话来。有人端了一碗热水给男人灌下，这才缓过来，上牙打下牙，断断续续的就告诉大家。这本来2人呢在屋里都准备要睡觉了，这个时候自家女人忽然惊叫，说窗户那儿有个粉皮子的白女人脸。男人听女人一说，从床上翻身就起来，果然看到一张大白脸贴着窗户往里看，他这才大骂一声就出了门。可是出门之后，却发现窗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就在他奇怪的时候，就觉得背后一个劲儿的发凉，回头一瞧，就见一个人顶着面盆那么大的白脸站在他的身后，这可把男人吓得不轻，一声惨叫。这时候邻里街坊们呢听见他的叫声，都纷纷出了门了。这时候男人再去找大白脸，却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邻里们听了男人的话，纷纷不作声了。帮助大家卖报纸的邻居姓罗，50多岁，是个巡街的。这打交道的人多，知道的事儿呢也多。听了这男人的话，想起来我奶奶说的，沉吟了一会儿，他就说道：这怕真的是苏州那位小姐。他不说还好，这一说之下呀，这新来的2口子就真的害怕了，就连忙问是怎么回事。罗大爷呢就安慰2人，就说：哎呀，这苏州的小姐吧，恐怕是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儿，所以回来看看，不会加害你们的，放心吧。虽然罗大爷这么说，说让2口子放心，但是这2口子经历了这2桩事儿，哪能放心呢？邻居们走后是一宿没合眼，最后一合计，这屋子呀不是什么好地方，还是搬家吧。这2口子搬走之后，房子空了一段时间，一直到了过年才租出去。租房子的也是一对小夫妻，静海县人，过来做买卖的。小夫妻呢很勤快，起早贪黑，一刻也不停歇。小夫妻的到来
让大家伙呢都捏了一把汗，害怕那大白脸呢再过来。好在过了有3、4天，这两口子早出晚归的，倒是没发生什么事儿。大家这一瞧，也就放心下来了。可是呢，还没消停2天，就又出事儿了。夫妻俩这天呢收了摊儿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。正准备进屋的时候，就忽然发现这屋里有个人。可当两口子点上灯，却发现呢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人呢？就在两人奇怪的时候，女人忽然大叫一声，指着男人的身后。男人看着女人的模样，一回头，只见身后一张大大的白脸正在后边敲着他。男人呢也是一声怪叫，可是叫完之后再仔细去看，哪有什么人呢？两人都奇怪不已，正想去问问，我奶奶正好听见两人的声音，出了门过来看。这小夫妻听到动静，连忙就去问我奶奶。我奶奶嘛，直言快语，就说：“你们房子里有鬼。”我奶奶这一说完，这小夫妻不得了了，第二天天没亮就搬走了。我奶奶这一番话闯了祸了，房东不乐意了，闹了一回，但不乐意也没办法，小孩嘛，而且这房闹鬼的事儿也不是假的，没办法，房东只好自认倒霉。这后边再想租这个房子可就不好租了，名声在外，闹鬼的事情都传了个遍了。后来这房东找了个河东的师傅，这师傅据说名气很大，给了不少大户人家评了不少的事儿。五大道的那边教堂闹鬼都是这师傅给评的。师傅非常有范儿，穿着红福泰的蓝绸子大褂，梳个大背头，这嘴上留着胡子，身后带着2个小徒弟。到了这之后，前后看了看，拿着罗盘四处比划，比划完以后跟房东说，这房子怨气很大，肯定是个女子。大家一听，招确实是个女的，这大师看来真有本事。大师看完以后，让小徒弟呢就摆阵，小徒弟也不含糊，拿着墨线就在屋子里忙活开了。前6后7画了一座八卦大阵，这阵中央放了一只红冠大公鸡，还真别说这大公鸡进了阵里，老实得很，是一动不动。就这么到了午夜子时，那大白脸来了，一下子就把那大公鸡给抓过来，咬断了脖子，扯着师傅打了2个耳刮子。那2个小徒弟见势不妙，撒丫子就跑了。经过这事儿那师傅的名头算是给毁了。不过从此之后，这大白脸闹得更加厉害了。自从师傅被大白脸折腾走了之后，这院子里就闹腾开了。可能是我奶奶快言快语，首先进的就是她的家。那时候我奶奶还是个小姑娘，学也没上，就在家里跟着大人干活。那时候我奶奶的父亲是码头上搬东西的苦力，母亲呢就在家做点裱糊。这裱糊可不是现在那一种，而是要在垃圾堆里翻找那些被人丢弃的烂衣服、破褂子，然后拿回家剪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用浆糊裱不在一起，可以做鞋底子。穷苦人家也可以浆洗了做衣裳。这可不是什么好活，夏天呢又脏又臭不说，到了冬天呢，那手冻的全是裂口。最难受的还是得开春化冻的时候，那手痒的都想砍下来。我奶奶那会儿手冻的跟馒头一样，一干活就生疼，在水里泡久了就会裂口子，一直流血。这一天下来难受的不得了。到了晚上，虽然不干活了，但是这下面还有2个弟弟要带。好不容易把弟弟哄睡了，自己也累得困乏的不轻，歪到床上就睡着了。这天也是，2个弟弟在床上闹哄得不得了。好不容易这2个小孩睡着了，他正准备睡觉呢，
这忽然看见这窗户上有个东西。那时候油灯不亮，他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个人，正睁着眼往这屋里看呢。小孩嘛，好奇，还以为是哪个邻居。他下炕来到窗户边，只见这一张脸肿得跟脸盆一样，煞白煞白的，这嘴唇子红得跟吃了死孩子一样，正对着他笑呢。我奶奶看到这张脸，哎呀一声，差点从炕上就跌下来了，然后就大喊着：“妈呀，妈呀！”他的母亲正在外面干活呢，听到奶奶这样没人声的哭喊，在屋外边就问道：“哎，怎么啦？”我奶奶早就吓得不得了了，一直哭着叫妈呀妈呀，别的也喊不出来。他母亲这才觉得不对，进了屋，才看到我奶奶在地上趴着呢。见到母亲进来，连忙一把抱住，大喊了一声妈。他的母亲呢，把他拉起来，连声问怎么了。他指着窗户说：“大白脸，大白脸。”他母亲一听大白脸，这心里也是一惊，可是看窗户那儿却什么都没有，连忙把他扶到炕上，就问道：“孩子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别怕啊，别怕。”虽然他母亲这么说，但是我奶奶不敢看窗户，直到他父亲回来，他才敢看了一下。这一看之下，发现那里果然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时候有邻居就进来了，他父母一问，他就把刚才的事给说了。事情说完以后，他父母二人加上邻居都是惊魂未定。这本来两人都觉得这事儿怪吓人的，现在得知大白脸竟然到了自己家的窗外，还吓坏了自己的孩子，心中更加担忧了。过来的邻居也觉得这事儿很诡异，好言安慰了几句，两口子这才定下了神儿。邻居走后，两口子又安慰了几句孩子，就准备上床睡觉了。可当一家人刚躺下，灯还没吹灭呢，他的母亲忽然就觉得这窗外头有什么东西，扭头一看，就见一张白森森的脸贴在玻璃上，面无表情的往里边看着。他母亲怕吓着孩子，连忙去叫丈夫。丈夫一扭头也看到了大白脸，大惊失色，跳下炕，拿了菜刀就往外跑。可是跑到门外边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但这事儿不能这么了了，拿着菜刀一边剁一边骂，骂了10几分钟，邻居们都出来看，劝了几句，丈夫也回去了。可是进了家门，却发现呢，这事儿有点不对劲了。老婆正坐在床上笑，他看到老婆笑就很不开心，问道：“出了这个事儿你还笑？”老婆听了他的话，一句话不说，依旧笑嘻嘻的。这时候我奶奶觉得他母亲不对劲儿，从炕上就坐起来，拉着他母亲的手就喊：“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！”我奶奶这么一喊，他母亲呢坐在床上也不理他，依旧是笑嘻嘻的。这我奶奶的老爸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了，连忙到外面喊了人来。他这么一喊，陆陆续续就来了好些人，有隔壁卖炒香果的刘大妈，有做素茶的李奶奶，还有巡街的罗大爷，还有挑担子的胖奶奶，加上其他陆陆续续来的，这屋子里都快站不下了。邻居们一到就知道这事儿大条了，就连忙拉着手问。可是任大家怎么说怎么问，他的母亲呢就是不说话。到了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巡街的罗大爷就问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你是不是隔壁的苏州大姐呀？”罗大爷这么一说，我奶奶的母亲不笑了，呦了一声，从嘴里就出来一口苏州的软语，就问：“你认识我呀？”罗大爷说：“我当然认识你，你还找我打听过事儿呢。”
我奶奶母亲嘻嘻笑着就说：“啊，亏你还记得，咱俩可说过几句话呢。”罗大爷这么一听，知道这人是谁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大家伙都知道你有冤情，可是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找谁找谁去呀？这家人也没招你，也没惹你，你祸害他们干嘛呀？”我奶奶的母亲听了这话就很不高兴，顿时就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找谁去呀？我去哪里找谁呀？你说呀！”说着说着就嗷嗷的哭个不停。罗大爷和一众邻居也都知道这上身的鬼是谁了，纷纷来劝。可是这劝来劝去怎么都劝不动，这女人依旧哭个不停，而且看这样子有越哭越伤心的趋势，眼看着这眼泪都成了河了。罗大爷在社会上混得久，什么人都见过，知道这鬼和人一样，都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就劝住了众人，说咱们呢劝是没有用的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。这时候有个老婶子，本来安安静静的，看女人这样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走，我就烧香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这女人忽然不哭了，也不说了，就直勾勾的看着那个婶子，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我奶奶的父亲一看自家媳妇儿这样，心里就害怕了，喊了几声。那婶子很生气，对他说：“你喊什么喊？你以为她还是你老婆吗？”说完话又对那个女人喊道：“你到底走不走？”女人呢就哼了一声说：“我不走又怎么样？”那婶子不说话了，对着我奶奶的父亲说：“你去梁家铺子买3根香3刀纸。”婶子说完以后也不吭声了，让人都散了，他自己和女人就在屋里。大家虽然不知道这婶子要干什么，但是呢都听他的话出去了。虽然大家出了门，也都还在门口堆着，想听听里边发生了什么。可是这听来听去，只听到里面在吵架，但听不清在说什么。直到我奶奶的父亲买了香和纸回来，那婶子才出来，气呼呼的，也不和人打招呼，带着父亲就出了院子，一直来到一条十字路口。在路口那儿，那个婶子让我奶奶的父亲把3支香插在土里点着，又烧了纸，做完这些，嘱咐他离开，但千万不能回头。我奶奶的父亲听了话，站起身来往家走，但越走越觉得这身后有人跟着，那感觉很难受。怎么说呢，就是特别压抑，心里一点都不痛快，很沮丧，而且这背后凉飕飕的。他越这么觉得，越是想往后看，但是那婶子似乎知道他的想法，狠狠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就说：“快走快走，孩儿他娘在家等着嘞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奶奶的父亲呢身上忽然就多了一股精神，跟那个婶子就回家了。进了家门才发现老婆好了，这一直问大家伙都在这干嘛呢？我男人呢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看到男人回来，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了，嘴里喊着：“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。”男人就安抚了老婆好一会儿，谢了大家伙一番，让大家呢都回去了，只留下那个婶子，问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。那婶子说：“哎呀，这女人厉害得很，后边会怎么着我也不知道。”说着话还安慰我奶奶的父亲说：“天塌下来有武大郎呢，别怕。”这武大郎还有这作用呢。婶子走了以后，男人呢才把事情和自己老婆说了。这把女人吓得够呛的，加上3个孩子也都怕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的看窗户。好在一直到了下半夜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一家人好不容易睡了个好觉。可是到了第2天早上，一家人一出门，这才发现这院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街坊邻居，
一问才知道夜里出事儿了。原来这一夜他们一家睡得安安稳稳的，可是四邻不得安生。首先是隔壁的罗大爷家，睡得好好的，就听到这屋里叮叮当当的响，可是一点灯呢，什么人也没有。刘大妈家也是，家里的好好的果子被撒了一地，一起床查看，只见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人，肩膀上顶个大脑袋，正在家里来回晃荡呢。这可把他吓坏了，喊男人起来看，谁知道男人睡得跟头猪一样，呼呼大鼾着。刘大妈只好蒙在被子里，就算这样也不得安生，那东西直接就爬上被子，压了他一夜，动弹不得。这李奶奶还好没进屋，可半夜起夜，一张大饼脸贴着窗户，只对着屋子里哈气，哈得这屋子里啊冰冷冷的。可是出去看什么人都没有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挨了一夜冻。除了这三位，这一个大院里的人都不同程度的被大白脸给骚扰了。最可怕的是胖奶奶家里，那大白脸直接贴到面前，被胖奶奶摸了一个正着，差点吓晕过去。我奶奶到院子里听了两句，才知道大家呀都商量着怎么办呢。那时候人穷，有窝不易啊，轻易拉家带口的搬不了家，所以大家找这块最有资历和威望的罗大爷来拿个主意。罗大爷也没什么辙，最后又找到那个婶子头上。那婶子呢，本来是不愿意答应的，但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说，要不是你，人家能这么闹腾吗？这么一说，把那婶子气得呀直掉眼泪。最后没办法，这婶子说，我没什么大本事，你们真想要除根这件事啊，就得请我师兄，但我师兄啊不是白来的。他这么一说，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不就是要钱吗？可是啊，有人家不想出钱，还是在罗大爷的劝说下，一家拿了一点儿，凑了1块多，请了那个婶子的师兄。那婶子的师兄一到，大家伙看明白了，这回呢应该是个真有本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的是个道士，脑袋上盘着发髻，嘴上3缕长须，身上穿着破旧的道袍。这道士来了也没说什么话，四处看了看，就说这女鬼是有夙愿未了，在屋子里四处查看一番，在一个角落里取出来用红布包裹着的描花金属小盒子。众人打开一看，原来除了盒子还有一叠信。道士让认字的罗大爷拿出来信读了读，大家才知道就是那对小夫妻的情书和这盒子里的物件的来历。这盒子里啊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一个小瓷坛。这小瓷坛里面装的不是别的，是他们头一个孩子的骨灰。信里交代了，也正是因为珠胎暗结，才促使这个女孩决心和这个男学生私奔的。但是在那个男的劝说下，说如果这样出门太不方便，容易被女方家里人给抓着，那样啊他们会永远分开的。等等等等，假惺惺的情话之中，女孩就把这4个月大的婴儿给打了下来。由于实在不忍心，就把孩子抛在荒郊野外，就焚烧以后装在自己曾经的梳妆盒里，走到哪儿就租房子，然后呢就把盒子和他们的情书一块埋在房子的周围。这也算是冥冥中想跟孩子解释，他也是无奈之下才这么做的。大家看了内容以后就知道了原委，估计女鬼肯定是练这个，所以一直才在这个院子里不走的。但因为她是横死的，又找不到尸身，没办法母子合葬，所以来的道士先超度了，后又做了法事，最后妥善处理了。处理完毕，道士就嘱咐周围的人们，这房子必须封死，阴气太重，以后千万不要出租，而且埋这个小盒子的地方以后也不能盖房子，
就算是盖房子，也不要种树，活不了的。道士说完以后，他把这块量个尺寸，做了个头尾标，用小塔和雷击木给镇住了。做完这些，他告诫众人，千万别让孩子没事就到这个地方玩，万一哪个孩子调皮掘地翻泥，把2个小塔给起出来，以后这块地可就要出事了。这事儿呢，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。那个苏州女鬼再也没出现过。打我小时候玩，我长辈就嘱咐我，去哪玩都不要去后面的平房玩，更不要去那个小胡同玩。要是知道我去了，就不给我看电视。一听不给开电视，那还不乖乖听话。我的童年里，那小小的黑白电视就是我每天的全部乐趣。所以除了那一次去平房，直到后来我长大再也没去过，更不用说平房旁边那个小胡同了。说来也怪，打我记事儿起，记得居委会也在那个小胡同栽过树种过花，可是头天种下，第2天就死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以后呢，连种花也不种了。前一段呢，是我重回童年生活地方看看，那里已经是一大片绿地了，可看位置，唯独那个封死的小胡同依旧是寸草不生，寸树不种，被垒成一条鹅卵式的羊肠小道。也不知道改造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2个小塔。